Seven Toys 出品的一款不知火舞小七玩具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个事情啊，王者荣耀圈，当然现在 SNK 到处的在卖版权嘛，王者荣耀里边也有不知火舞。为什么管它叫火舞呢？人家姓不知火，名舞。这也不知道是谁带起来的这个风气啊，就导致了现在你选人的时候，玩家们之间互相交流，把火舞这两个字已经成了这个人的代号。王者荣耀赛事里边啊，就是他们那些很专业的解说，在解说的过程中也把这个角色叫做火舞，这个就太业余了。如果说是现在的年轻的一些小孩子们玩王者荣耀的手游，他没有玩过拳皇，那看到这两个字可能为了简称下来的话，也理解啊，也可以理解。但是你作为一解说，而且那解说明显就是一80、90后的那种，岁数挺大的，这么叫不应该啊。来吧，咱们开盒。盒子还是外包装看起来比较简单的，只有一个 Seven Toys 的一个 logo 啊。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问这个玩意儿逼真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有。盒子里边的内容物其实还是挺多的，有3张替换的面雕，一根马尾的辫子，它是后边独立出来的，一个打开的扇面和2个折叠起来的扇子，然后4个替换手袖，纯布一致，全可动的素体。但是后边还会带3张脸，这个事情就是什么？之前他在做的时候吧，一开始是这3张脸，但是这3张脸被玩家们吐槽说不像，不好看。后来又重新开幕，又重画了3张脸。这回的脸我们看看效果吧。个头还是不大的，1:12的尺寸。马尾辫子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这个里边是有铁丝儿的，这个里是填充了棉花。也就是所谓的龙焰舞是哪招呢？就这招，就点着了屁股以后这招。然后关节的可动嘛，基本上跟之前海牛素体那个感觉差不多啊。可动还不错，关节也很紧实，布置的衣物摸起来的手感还不错啊，腰带这里绑的金线上的也挺好的。讨厌，我告诉你们，就这2个水口是有涂装的，下边也有刻画，其实这个尺寸还挺大的嘛。这张脸就比之前的那个要好很多了，原先的这张脸是长这样的，然后替换主要是前发后发都得撅掉，它不是替换面雕，是整个替换一颗脑袋，把这个地方撅了它。就这个脑袋吧，现在替换上了以后效果还不错吧，尤其这张替换脸啊，有点像兽屋之前出的那个山下俊也的手办，跟那个画风有一些相似，但是会更圆润一点点。小扇子做的还挺精致的，还有一个小的辅助支架。关节的紧实程度还是可以的，即使说这种单脚站立的姿势的话，靠它的关节支撑力度完全也撑得住，还不错。而且整体的素体可动性会非常的好，但是在扭腰的时候啊，胸口这一块的布料容易掉下来。其实可以看到这张脸上嘴里还有一个窟窿啊，这窟窿也是可以用的。这2把小扇子其实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往手里拿的，而这个是往嘴里叼着的。很懂啊，小七家的这个不是火舞做的这题材，起码能看得出来这个是懂拳皇的。总的来说吧，把玩下来，其实这些替换件的还有一些配件的融入了，都是比较还原于 KOF 里边的一些人设的东西啊，包括扇子的一些使用和手型的搭配，还有一些表情嘛，也是能像游戏里边专门做出来，比如说一些胜利的姿势了，必杀的一些姿势都不错。布置的这个衣物啊很薄，其实1:12的人偶很难做出来那种很轻便的衣服，一不小心做就是鼓鼓囊囊的，它布料太厚了。而这一回呢，薄薄的这个很柔软的质地啊，还很有弹性，很适合做不知火舞的这种紧身忍者服。再加上屁股后边的这个里边加上铁丝以后啊，屁帘子就可以更好的塑形起来了。作为一个1:12的人偶，其实做成现在的素质已经非常高了，再加上还是比较有诚意的。之前吧，
被玩家吐槽说这个脸不好看，也是重新开模了，重做了3张，但是把原先的那3张也给你带上了，所以一共有6张替换脸。大家喜欢哪个自己替换就可以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新出的这个脸吧，感觉还是挺可爱的。反正怎么说呢，拳皇也算是我们这一代人印象比较深刻。其实说起来啊，要说春丽和不知火舞，可能我更偏向于不知火舞吧，因为我这个年纪没赶上玩街霸，我这年纪就等我懂玩游戏机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拳皇制霸了江山的时代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想，不知火舞这个角色怎么样啊？怎么也是小时候一幻想对象吧。如今嘛，各个版本都在出，各种各样的比例都在出。1:12的人偶这边，其实做不知火舞题材的还真不多。不过这一次的素质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还是挺对得起之前的一些期待的。再加上能把这个头雕完全更换以后，我觉得效果会比之前好了更多。很多经典的姿势都能摆出来，可动的素体很不错，关节很紧实，该有的地方都有，尺寸我也比较满意吧。所以呢，也是挺期待将来以后这个玩意儿能不能把这系列铺开了，比如说后续再出一些拳皇里边的一些其他角色了，很在意的安琪尔啦，还有希尔梅啦这些，把这些妹子们都一个个的做出来。摆在一块儿，其实也挺好看。你做不做男的无所谓，把这些格斗女皇们都做出来就不错了。那么得嘞，小七家的不知火舞 Seven Twice 这个素质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，非常可爱啊！换上新头雕以后，一下效果拔群了。